真的就是司法政治追殺了。我侵占我自己，我損害我自己的權益。台灣幾千幾萬家公司，但凡是沒有上市上櫃的，一堆那種是款项可以這樣移來移去的。可是你就特別抓着一個刑事損害，就說不行哦，你怎麼可以直接拿公司錢去用啊？公司是我的啊。我完全獨資啊，我就是唯一的股東啊！不行，他就用了一個非常惡意解釋，然後去抓這個刑事的法益損害，但是他抓不到實質的權益損害。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完全憑郭台強的一面之詞來判我這個罪名，所以我說啊，這是有夠離譜的一個判決，蠻感傷的啦。因為蔡正元是我們師大的學長嘛，所以我印象很深刻。我覺得他報他的集數的時候，他想到說，學長你那時候是不是宿舍還在蓋啊？我說，你怎麼知道？因為他的集數就是我們師大宿舍蓋的時候，你就知道這個跨越多少時間了。蔡老大真的是那種讀書翻身的最佳典範。对，蔡老大是雲林人，可是他們家小時候他們家境其實是不好的。他從小到大也是算是靠獎學金啊，或者還要去打工啊什麼的讀上來的。我記得那時候好像他不是讀高，好像他讀是高工啊，他好像是農工出來，就不是我們一般那種升學型的高中。後來考上師大真超猛。对，他是後來考上師大。你想想看哦，那種高職體系的，好像要考上这種師大这種升學型的學校、研究型的學校是不簡單。那個年代就是大家普遍經濟狀況沒那麼好，像我們家也是，我們家族裡面很多軍公教，為什麼？因為讀書不用錢啊。不管是從軍的、讀軍校的、讀國防的，然後讀師範的，都不用錢啊，對不對？所以蔡老大也是，他們家就是窮苦出身，然後他就非常認真讀書努力的，然後考上了師範大學，還不止，這才是傳奇的開始啊！後來蔡老大拿到獎學金去美國留學，蔡老大好像是讀 Harvard， 然後後來又去 Columbia， 那他讀財經，那他狂到什麼程度呢？拿完了碩士。然後要去讀博士，他博士班第一年，然後過了那個 qualify 嘛，但是呢，他後來沒有把博士論文寫完，為什麼？因為華爾街直接挖角他，所以他博士才讀到一半，他就被華爾街挖角了，所以他後來就去華爾街工作，然後又輾轉，然後就回來台灣，然後踏上了政壇這樣。然後我記得好多年前吧，就是蔡老大，因為蔡老大大概每年大概會找我吃飯，請我吃飯個1-2次。然後以前就聽他講故事嘛，他說那時候他剛開始從政，然後後來又選立委嘛。然後他說有一次，他說好像是不知道是第一次，應該是第2次選立委的時候，民進黨的對手。忘記是誰了，反正就是一個雜魚啊，就扣他帽子，說這個人貪圖立委的這個職權，然後或者貪圖錢財啊什麼一大堆的。然後蔡老大怎麼嗆嘛？蔡正元就說，他說我以前在華爾街工作，我當年回台灣，我第一次參選的時候，我自己的身家就破億了。我不需要靠立委的薪水來養家啊！我跟你不一樣，謝謝。所以對手就直接閉嘴。他說沒有哇，原來這個人原來來頭這麼大啊！但是你以為他是什麼富二代嗎？不是，我剛剛說了，蔡老大真的就是非常刻苦的，一路這樣拿獎學金升學，然後公費留考，然後到美國拿獎學金，然後再被華爾街挖角。他就是這種苦讀翻轉階級的典範。那蔡老大這個人呢，他的做人我覺得真的是口碑絕對是第一流的。他後來立委當了幾屆。那你知道啊，現在政壇上有時候我們需要這個世代的更新嘛？蔡老大在那個年代哦，他不是現在哦這一種什麼年輕助理世代起來，然後才準備要接班交棒的，不是。蔡老大那個時候當了幾屆立委之後，他自己說，我在選這一屆結束之後我就卸任，我沒有要一直在連任立委下去，我覺得應該把機會給年輕人。那知道蔡老大的選區是那個港湖嘛，後來是李彥秀接他的班。那大家在政壇上應該知道哈，一般來說，你原本資深的這個立委要交棒，那交棒之後呢，頂多就說 OK， 那我就急流勇退嘛，交給年輕人去哦。我告訴你，蔡老大做人是做到什麼程度？他當時把自己的條仔腳跟金主全部介紹給李彥秀。就是讓李彥秀完全沒有後顧之憂，整個後勤給你穿本本，條仔腳也都幫你備好了，來一個一個帶去拜訪。他說：“這是我們優秀的本黨優秀的李彥秀要來選立委，大概都叫狗這樣。政壇上我看不到第2個這麼重情重義的。”前總統馬英九遭到
指控以非常規交易賤賣中視、中廣、中影和國民黨舊黨部大樓，讓國民黨及旗下中投光華公司損失超過。就是因為他那個金阿波羅公司當時要去買中影嘛，那因為中影呢，其實當時沒人敢買，因為民進黨在外面恐嚇人嘛，所以馬英九要出脫三中，其實沒人能接手。那後來當然中廣給了趙少康嘛，當中間金溥中去運作的，然後呢，這個中影後來是蔡正元去把它給頂住嘛。那其實這件事情邱毅老師有講，邱毅說當時就是沒人敢買，我記得蔡正元自己也有講，所以他才去運作。那當然以他的實力要全吃也是比較吃力，所以後來他就湊了一些，但是因為你不可能用個人買嘛，你一定要從一個地方去做公司法人戶啊，对吧？你一定要用法人去對接嘛，所以就用他的金阿波羅公司去做這樣。那這個公司裡面只有2個股東，一個是他。占股99%，另外一個占股1%是他兒子，而他兒子是借名登記，所以那個公司實質股東只有一個人，就是蔡正元。在這個時候就會出現一個問題，就是這個金阿波羅公司的所有的利益，其實跟蔡正元是一樣，就是說他的權益。如果從一個廣泛的司法來討論的話，他沒有所謂的股東權益問題，因為股東及股東本莫名其妙，他就把它弄進去。這個就是有非常惡意的、最嚴格的一個解釋。就檢察官有一點說的沒錯，就是公司是法人哦，那法人歸法人，自然人歸自然人，是的，哦，這個沒有錯。但問題是，當今天我這家公司是我自己獨資的，那這家公司的虧損盈餘是由所有的股東承擔，而這個股東只有我一個，所以最終你還是要看到底我在公司在進出這些款項的時候，對所有股東的權益有沒有受到損害？那個問題就在於说，在業界大多數的，不要說是一人獨資的公司啦，甚至是連那種家族的公司，我覺得除非是你到上市上櫃公司，否則的話，非上市上櫃公司這種款項調動是非常非常常見的。哦，那會計事務所，歷史哥家也是會計事務所嘛，你就過一個股東款就可以了。哦，那股東說了算就 OK 啦。今天是大家拿錢出來開公司，那公司有賺錢，那當然是分給我們股東啊。我憑什麼我們股東就不能用？只要大家股東都同意，不是問你啊，沒有人的權益受到侵害。當然你可以去抓他說好，那可能是你在這個會計報賬上可能有一些瑕疵，但你頂多是說他違反了一些會計記賬的一些準則。好，那你要罰就罰這一部分。但是這一次的檢方跟法院判是判什麼？他說你侵占這一家你自己獨資的公司，我侵占我自己，就這麼簡單。因為這個一般說像侵占或者是這個所謂虧空公司這種說法，它必須有實質的損害。那種形式上的損害，一般就是說你賬不對，就罰錢，就罰錢啊。就比如說你賬做不清楚、漏報什麼，那是補啊，然後再裁罰嘛，就說哎你這個違反什麼記賬跟會計商業會計就罰啊，對不對？但罰錢怎麼現在搞到進去關？那這個就是很明顯的形式的，對，這是一個。那我侵占我自己嘛，對，那到底想怎麼樣？然後這裡面還有一個點，就是他這個蔡博士也講嘛，他們一直要他把馬英九供出来，只要你把馬英九供出來，你就轉污點證人，我可以判你緩刑。然後蔡正元說沒有啊，我當年我就是處理這件事情啊。如果他這個樣態是要關的話，那台灣真的一堆人要被抓去關。對啊，你有說真的，我剛剛講，你把這個標準拿去台灣幾千幾萬家沒有上市的公司，對，我告訴你了，80%-90%都會出問題。3中案會不會再掀波瀾呢？因為前國民黨立委蔡正元上個月才因為中影案被台北地院裁定羈押禁見，現在趙少康又被北檢約談。今天法律定在那一邊，可是如果你用最惡意的解釋，那就會變成擾民。那像我跟歷史哥，我們都開公司。我們是有聘專門的記賬室，對，我們有聘專門的會計事務所，我們每個月的財報每個月核簽，我是一人公司哦，我照樣包給會計事務所，每一筆核簽，然後財政部的那個電子發票平台，我是每一筆去報，所以這不是逃稅問題，而是我剛剛說的股東款問題，對不對？今天公司是我開的，好，那今天我要用一筆款項。哦，或不管是公司出還是我出，那這個東西只要是屬於公司的，或許我可以用個人賬戶我先出掉。比如說我們那時候公司在剛設立的前後，那時候還有很多雜支啊，尤其我們電子發票系統也都還沒好嘛，對不對？那有些費用，乾脆我說我個人賬戶直接付掉了，對不對？哦，那你說這個東西不是應該公司付嗎？我們公司都還沒有 ready， 那你要公司怎麼付？對，就這個小嬰兒才剛出生，好，那我就自己付掉，所以他沒有侵害公司的權益。但是只要是我對外的一些往來，我一定都是每一筆請他開發票，一定都開發票，對不對？哪怕是我用個人的名義付掉，我會請他說，那請你開發票給我。好，所以這個部分重點是他要維護的法益是什麼？
我們剛剛提到的商業會計法，提到的公司法，大家去思考，就法律觀點說，法益是什麼？法益是政府必須要確定你的公司行號乃至於個人有盡到社會責任，而其中最重要的一個社會責任是什麼？繳稅。那我們每年都繳稅，每一個季報都是非常非常嚴謹的，這不是問題。可是我們也要提醒說，你看很多外面那些小吃店小商家，他們也沒有開發票的。那說真的，那就是個灰色地帶。所以為什麼那国稅局怎麼去處理這件事情呢？它有分成，对，它有分成免用嘛，对，一個是免用統一發票，对，但是他可能偶爾就會派人去稽查，對，然後大概就一個人在那邊站一天，然後大概估算一下你一整天的客流量，所以他會用推估的方式說，你的營業額大概是這個數字吧，然後乘上你們這個行業做吃的毛利率大概是這個數字吧，所以我呢就課你多少多少的稅，大概這是用推估的方式，那你接不接受啊？如果你不接受，那請你拿出你的證據來說啊，沒有啦，你營業額沒有那麼高，來申請這個稅的這個減免。那原則上國稅局是這樣處理的，對不對？對不對？那你能夠說，不行啊，這些小吃店怎麼都可以不開發票？如果你要真的每一件事都這樣搞，告訴你，所有的小吃店大概都很难活，都會漲價。那個法下去絕對搞死人的啦，國家沒錢，那個絕對搞死人的啦。我跟大家講，比如說包括我們 YouTuber 現在要開發票，對不对？我已經在美國繳一次稅了，他才匯回來。那他現在要針對我們在台灣的收入再繳一次稅。對啊，雙重課稅，這是稅法的天條，他照幹不誤。對啊，你剛剛說你是違憲吶，怎麼不管你啊？他這個政府沒有任何的在管你什麼老百姓死活，他就這樣幹，他就是沒錢就硬幹。因為年年營業稅超徵怎麼來的？什麼是營業稅？你發票5%就，所以你買任何東西都帶稅，只有你買那些農產品不帶稅，因為農產品免稅。對，剛有人說歷史課逃稅，沒有，我每一筆都開。所以我才說馬英九不會做人啊。我從政30多年來，一向清廉自持、奉公守法，我覺得經得起公開檢驗。前總統馬英九被控賤賣國民黨黨產，涉嫌3重案主謀，多次開庭強調自己沒犯罪。如今3重案歷經3年多審理，台北地院27號宣判出爐，馬英九獲判無罪。馬英九其實要化解這個東西很容易的，對，他只要出來在媒體的面前把它做大，他跟蔡正元冰釋前嫌，不就結了嗎？啊，這時候也讓大家覺得馬英九個性變了，有情有義了，不會過河拆橋了哈。然後蔡正元也得到安慰啊，他為了馬英九，檢察官一再的逼他，威脅利誘，他都不為所動，他也覺得犧牲有價值啦。你看鄭麗文就比他聰明得多，直接送最高的。鄭麗文給他最高的实踐的一等獎章，對不對？這個在國民黨裡算最高的榮譽。我在印象所及，好像幾乎沒有看過人，沒有看到有人。這個就類似於在老蔣時代的青天白日勳章啦。哦，是，這個是黨務的最高獎章。那麼過去不是前段時間也有人在傳言嗎？對，說蔡正元跟鄭麗文不愉快嘛。對，好，那有了中常會的這一幕，所有的2個人的矛盾紛爭化為烏有。國民黨其實要去幫，可以幫蔡正元的地方還很多，對，那是實質的幫忙。第一個，蔡正元到底應該在哪一個監獄服刑？各個監獄有不同的條件啦，是，有的監獄是有床的。有的監獄是沒有床的，有的監獄裡面有些舍有床，有些舍沒有床的，看他要怎麼整。例如像北監的話，它有個叫自舍，自舍就是有床的，有桌子有椅子的，就如同阿扁本來想整我，就說刑期1年以下的可以減一半，然後還叫我們典獄長叫陳世志到我的舍房來嘲笑我，所以當時候。因為我把這個消息，然後後來給了連戰跟吳伯雄知道以後，連戰、吳伯雄他們就發動國民黨的黨團去修法，所以最後減刑的門檻就提高到1年2個月啊，所以我就減了一半，關了7個多月就出來了。好，那同樣的嘛，蔡正元如果3個月之後，他可以到外役監，到外役監1個月可以有2次申請出來。那緊接着，你刑期過了一半以後，就可以開始申請假釋啊。對，可是以
賴清德對付蔡正元，他怎麼會讓他假釋過呢？是他至少折磨你1次沒過，2次沒過，3次沒過，一定這樣的啊，而且一定等到2028對選完才會放他出來。对，還得看狀況哦。所以這時候誰都可以幫他，誰可以最能夠幫到忙？吳宗憲嘛。所以我就跟鄭麗文講啊，我說就要請熟悉、熟門熟路的人是來幫蔡正元解決這些問題，讓他在裡面安安心心的寫書啊。外界當然都講得很漂亮，說監獄很現代化、人性化，管你媽狗屎！你不要聽這些騙人的話。他鐵門一關，他在裡面如何整理？你如何知道？他要整理的話，對你都可以刑求啊，只要不打出傷痕就可以啊。這打腳心有沒有？有啊，當然有啊。好，那你今天蔡正元現在有了國民黨主席鄭麗文頒給他的10件1等勳章，對，而國民黨又有2028年重回執政的可能，你認為監獄中這些馬屁精至少只要上面不要對了，過分交代，下面自己就会做一些調整。而且呢，民進黨一定会使壞了，對，你關在裡面，對不對？他就開始找人去告你啊。好，例如第一個壞蛋就是金溥聰啊，溥聰告了4個人，你知道嗎？就在蔡正元入監的前夕，又告了4個人。蔡正元、王上士、蕭旭岑告了4個人啊，然後說他願意跟蕭旭岑和解，只要蕭旭岑跟他道歉就和解。另外3個別想，他的目的何在？很簡單啊，因為你一受刑在監獄中，對，他告你，你是不是就要戴着手銬腳鐐去出庭？对呀，他就是跟你玩這個啊。所以你說他背後有沒有力量？賴清德有希特勒野心，沒有希特勒能力，不然我們就慘了。還好哦。那當然，同場啊，另外一個就是判刑17年，褫奪公權6年，相當於他已經喪失了競爭總統大位資格了哦。因為這個事情蠻嚴重的哦。對於柯文哲來講，這一次的他的一個判決，其實相當於是斷了柯文哲未來參選總統的機會。因為大家也知道，這一次可能是柯文哲最後一次有這個參選總統的機會。依照年紀來說的話，所以現在民眾黨朋友要想什麼？要想的是，好，第一個我們要認清現實。阿北已經不能夠選總統。那2028年的總統，我們的唯一且最重要的目標是什麼？下架民進黨，是吧？對不對？包括蔡正元博士進去之前給大家的托付是什麼？我們2028一定要政黨輪替，這些黑牢才能夠被解放，是吧？所以同樣的，現在大家開始思考，也是為阿北思考，為民眾黨思考。2028年民眾黨要扮演什麼樣的角色，我們才能夠一起讓賴清德下台。那阿北現在的角色是什麼？他現在角色是要成為一個精神領袖，這才是我們現在當務之急。其實現在有一個關鍵啊，民進黨也是夠狠，他們直接把柯文哲就是在政治上給徹底的卡住了，而這個卡住幾乎沒有辦法解決，在以現行的框架下幾乎沒有，因為你2審開庭，然後在2審一定要上訴的嘛，是啊，他每一個時間點都卡得剛剛好，厲害啊！他現在3月底給你放這招。對不對？行還不行？到底行不行？那我講真的，從政治上判斷是絕對不行，從法律上判斷也是非常渺茫。但是他就是要故意讓你這樣屌，我就是要讓你就是醜態百出，我這真的很要命啊！所以其實橫亘在民眾黨面前的是，第一個當然是柯文哲的官司問題，對，怎麼去營救；第二個是那接下來如果藍白合要共推2028的話，那民眾黨會是誰？對，好，這是整個事情的關鍵哦。那我只能講說了哦。民進黨確實還是相當狠絕啊！民進黨才是。你很少看到柯文哲真的在鏡頭前公然這樣子發脾氣，他真的氣到，他真的氣到的。但是，好啦，我覺得這樣也行啦，因為讓柯 P， 因為柯 P 過去的人脈，說真的很多都是綠的，而且是深綠的。對，那當然柯 P 說他從。就那時候前瞻基礎建設分前瞻計劃的時候，那民進黨就唯獨獨漏他台北市嘛，對，然後後來他就跟民進黨決裂了嘛，可是決裂跟決裂，柯文哲有時候他還會想要說，國家要和諧嘛，他就說嘛，不要讓國家四分五裂嘛，所以還是會想要說，我是不是能夠去跟藍綠都溝通，對，然後大家一起讓國家向前走，有時候柯文哲還有這種善良而天真的想象，那我覺得在這一次，可能阿北也認清楚了，然後就是愛你戲，然後就是愛你戲啦，談什麼談？人家沒有把你當人看，所以2028無論如何，
唯一目標就是下架民進黨。那下架民進黨的在政壇上的唯一方法就是藍白合啊，所以我記得歷史哥在好早之前也說啦，誰破壞藍白合誰就是敵人嘛，就幹對不對？就幹死他嘛，对啊，我的立場一模一樣。2028年誰破壞藍白合，誰就是我們的敵人。